嗱，有人咧就話妖言惑眾，亦有部分師傅啊爭議多多。嗱，我的確係收到信息嘅，全部收晒。所以今日呢一集，我決定完全唔加任何個人嘅意見。嗱，上一集咧我就係用仙家去嚟形容嘅。嗱，咁我當我收翻啦，好冇？嗱，我哋咧再嚟個，正所謂精神不附體，附體係邪靈啊！嗱，我完全冇加個人意見落去㗎，乩童又好，乜都好。既然大家覺得法教就係道教，咁我就100%用翻道教嚟同你哋講精神不附體嘅説法。嗱，呢一句咧講法咧，其實咧喺道教好多經典嘅共同理念嚟嘅，唔單止有《太上感應篇》、《道德經》，仲有好多經書係直接或者間接都有講嘅。就用今集帶你全面解釋精神同埋附體嘅分別，保證學到嘢之餘，仲會笑出聲添。太上感應篇就提到禍福無門，為人自招，善惡之報如影隨形。嗱，呢個我當係間接先啦，好唔好？太上感應篇咧就強調禍福其實係由人自己嘅行為招致，正所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好似個影咁，點都會跟住你。人嘅行為都會留下相應嘅果報，而精神係點樣嘅存在，就係唔會直接插手你嘅選擇，而係通過自然秩序俾你啟示，做好事有福，做壞事有禍。老子賞擬注提到：諸附身者，悉世間常藝伎，非真道也。嗱，張宇初大師話得好清楚，附體呢一個行為唔係真道教，根本係假神藝術。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正神唔需要搞啲咁嘅表演，佢哋有自己更高層次嘅傳達方式。喺《太上天壇玉格》第5章提到：一切上真天師真像，不附生人之體。若接附人語者，決是邪魔外道，不正之貴。簡單啲講，精神有自己嘅尊嚴，絕對唔會附體嚟亂講嘢。如果有人話俾你聽自己係神嘅話，唔該你哋就道門十規內容提到：元光、附體、降像、扶乩、扶鸞、照水、諸項邪說，行持正法之事，所不宜道，亦不得閉惑邪言，有縱害道。嗱，道門十規裏面咧就講到啦嚇，張天師直接點名批評咗好多藝術，好似扶乩、附體呢啲，都係正法修行者要避之則吉嘅嘢，所以唔好亂信。正道其實係好簡單同埋直接嘅。靈寶無量道人上經第36卷經文提到：咒者上天之庇佑，群真萬靈隨咒呼召，隨氣下降。精神係用符咒嚟降臨幫助人，唔係隨便附身搞干擾。咒語就好似電話號碼咁，精神聽到你嘅召喚就會過嚟幫手。秩序井然就唔係搞笑嘅。道德經第10章經文內容：在形魄抱一，能無離乎？嗱，道德經咧重視嘅係神同魄嘅平衡。修行者需要內外合一，唔可以俾任何靈體干擾到自己嘅狀態。修行就係穩住自己，唔俾外界干擾。道藏第5冊靈寶大法經文內容：清淨之神，體無形而應於天，依律降法，凡言體入者，皆非正道也。嗱，道藏裏面咧就講得好清楚，精神嘅顯靈係依據天道律法，凡係附體類嘅行為都係違反自然嘅秩序，係非正道行為。太上三動神咒經第1章提到：諸天上神降臨人間，必循道法，為是無上法力，不可附人破其意志。嗱，精神尊重人嘅意志，絕對唔會隨便附體去改變一個人嘅選擇。符咒祈禱先至係同精神溝通嘅正途。太平經第85章：聖人教化，心平氣和，則神靈至；若亂心逆性，則邪靈干擾。嗱，太平經教我哋，如果你個心唔平靜，好容易引嚟雜神；相反，如果你靜心清氣，精神自然嚟幫手。太上動元靈寶智慧本願大解經第20卷：身口意三業清淨，神靈自降；若救身邪語，邪靈附入，亂人心智。三業清淨先至可以感召精神。如果你邪念太過，咁樣就真係容易招惹邪靈。所以咧，我就唔喺度解咩叫身口意啦。朋友們，今日咧呢一集咧，我哋就總結咗好多道教經典裏面對精神不附體嘅解釋。精神咧就尊重秩序嘅，尊重自由，絕對就唔會搞附體呢一類嘢。
嗱，以上嘅説法我係冇加入自己嘅意見落去㗎嚇。好啦，以下嘅説法咧就係我個人嘅心聲。嗱，我個人絕對尊重、敬仰同埋佩服嗰啲童身乩童或者係扶乩，但係唔好因為要高級化自己嘅存在而去升級自己嘅行為。精神喺我心目中係喺天上面發大宏願，要幫助眾生嘅神。嗱，我係禮佛念經嘅人啦，神明又好，天神都好，佢哋嘅故事都係慈悲為懷，度化眾生。眾生嘅意思係靈魂，就唔單止淨係人類。嗱，當我禮拜同埋尊敬神明嘅時候，就有人話自己俾嗰個神明上咗身，然後就要我拜你，得唔緊要，我拜一鞠躬，再鞠躬。拜都唔緊要，拜完之後見你食煙飲酒講粗口，仲可能喺砵蘭街、上海街見到你入去粉紅色燈嘅樓梯上面，嗱，再去打個邊爐抗式肥後，然後就話自己係觀世音菩薩上身。嗱，其實點解要打破歷史代代相傳神明嘅故事呢？咁又何苦呢？嗱，用翻正神不附體第一集講嘅解説咪幾好咯，係咪？嗱，如果未睇嘅朋友咧，快啲去睇翻。